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道餐桌上常见的长寿菜——南瓜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吃错了搭配，它竟可能变成夺命的毒药。您知道吗？家家户户都爱吃的南瓜，吃对了是长寿菜，可一旦和6种天生冤家搭配，就可能变成夺命符。坊间盛传，南瓜千万别和它一起吃，毒性堪比8霜。听起来危言耸听，却有其道理。许多医生和营养专家都提醒过，南瓜有6种天生冤家，千万不要把它们一起下肚，否则不仅南瓜的营养全数报销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类似中毒的反应。难道南瓜真的会变毒药吗？这些说法是党传党，还是确有其事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6种夺命组合的秘密，一一道来，看看到底为什么好端端的南瓜和某些食物一起吃就会出大问题。在开始之前，先说说南瓜本身的好处。南瓜营养丰富，被誉为养生佳品。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族以及钾、铁、钴等矿物质。吃对了南瓜，可以增强免疫力，保护肠胃黏膜，促进排毒，甚至帮助稳定血糖，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菜。然而，吃对了是补，吃错了就是毒。再好的食物搭配不当，也可能对健康造成伤害。中国自古讲究食疗，常说药补不如食补，但若食补的方法不对，恐怕补品也会变成毒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一揭开南瓜的6大克星面纱。1. 南瓜加羊肉，火上浇油，热上加热。想象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你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南瓜炖羊肉。南瓜香甜软糯，羊肉温补驱寒，本以为这是御寒滋补的绝佳组合，但吃完没多久，你的肚子却仿佛塞了一块石头，胀得难受，甚至隔天排便也困难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在中医理论中，南瓜和羊肉都属于热性食物，两者各自食用可以补益身体，但同时进补就有些过头了。这就好比在身体里点了2把火，2股热力相叠，火上浇油，内热过剩的结果就是腹胀、便秘、口干舌燥等上火症状纷至沓来。如果此时你本身有感染发炎或发烧，那更是雪上加霜，体内燥热加剧，可能让病情恶化。民间早就注意到这种情况，甚至流传着南瓜羊肉一起吃容易得黄疸和脚气的说法。这说法听起来玄乎，其实反映的正是饮食失调导致的身体异常。现代营养学也能解释，南瓜富含纤维和糖类，羊肉富含蛋白质和脂肪，一起大量食用对肠胃是个严峻的考验。肠胃为了消化这顿大餐，要分泌大量消化液并加倍蠕动，但仍可能消化不良，积食滞留在肠道，就容易引发腹胀和便秘。难怪有人把南瓜炖羊肉戏称为夺命汤，虽然不至于真要人命，但那种消化不良的难受劲儿可一点不输中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许多传统食谱中确实避免将南瓜与羊肉同炖，例如在中医食疗的菜单里就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组合，想来并非巧合。羊肉算是南瓜的大克星之一，下次再想煮南瓜羊肉汤时可要三思，别让滋补美食变成伤身的隐形炸弹。是不是很出乎意料？平时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南瓜和羊肉竟然如此相克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了。那么除了羊肉，还有什么是南瓜的克星呢？有人想，肉类不行，咱换个路子，来点酸味调料总行吧。于是醋这种厨房百搭的调味品就登场了。但南瓜遇上醋，真的就安全无虞了吗？2. 南瓜加醋，营养全失，酸甜两败。许多人喜欢在菜里淋点醋提味，南瓜也不例外。比如有人做醋溜南瓜或凉拌南瓜丝，加点醋，酸酸甜甜，非常开胃。看似南瓜配醋是绝配，一个清甜，一个酸爽，口感丰富，想想都要流口水了。然而这个组合却暗藏营养陷阱，因为醋的主要成分醋酸酸性很强，偏偏南瓜里的很多营养素都怕酸。南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活性酶，可一碰到强酸，脆弱的维生素就被破坏殆尽。尤其是南瓜含有的维生素 C， 本来对人体有益，遇到醋却像遇到克星，迅速分解失效。可以说
你辛辛苦苦炖煮的南瓜本来满载营养，结果加了醋一搅和，营养成分精华流失，到头来只剩下糖分、淀粉和纤维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表面上酸酸甜甜，实则两败俱伤，味道和口感或许不差，营养却所剩无几。不仅如此，南瓜本身属于淀粉类蔬菜，含有不少碳水和纤维，大量醋酸进入胃里会刺激胃黏膜，让人感到灼热不适。南瓜的纤维又延缓胃排空，使胃内容物滞留更久。两项作用下，肠胃敏感的人吃了南瓜加醋的菜，可能出现反酸、胃痛或消化不良。如果空腹吃醋拌南瓜，刺激更甚。有些爱美人士甚至拿醋泡南瓜来当减肥餐，结果把胃搞坏的教训并不少见。长期下来，南瓜和醋一起吃，不但补的效果没了，还可能伤胃。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座金库，南瓜提供的是金子，而醋就像小偷，让这些金子偷偷溜走。你吃进嘴里的，看着有滋有味，其实营养早跑光了。当然，南瓜拌醋不会让你立刻中毒倒地，但它暗损健康的方式十分隐蔽。想想看，您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吃过南瓜加醋呢？现在知道了其中弊端，可得提醒身边人别再犯同样的错，值得我们提高警觉。营养都跑光了，也许你想换个搭配，把失去的维生素从别的食材补回来，比如搭配一种维生素含量高的绿叶菜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于是有人把目光放在了菠菜上。然而很遗憾，南瓜配菠菜反而是场更大的灾难。3. 南瓜加菠菜，维 C 克星，营养对决。南瓜和菠菜，一个橙黄，一个翠绿，色彩搭配赏心悦目。不少人喜欢把它们一起炒菜，或者一起搅拌成果汁。心想，绿叶配黄瓤，营养一定强。毕竟菠菜富含维生素 C、铁、叶酸等，南瓜则拥有贝塔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，听起来各取所长，互补营养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南瓜和菠菜混在一起，营养不但没有互补，反而发生内讧，互相牵制。罪魁祸首就是南瓜中的维生素 C 分解酶，这种酶专门拆解维生素 C 分子，而菠菜最引以为傲的营养之一正是维生素 C。一旦南瓜和菠菜同锅共煮，南瓜体内的酶就像潜伏的杀手，对着菠菜里的维 C 发动猛攻，将其分解殆尽。结果呢，菠菜宝贵的维生素 C 瞬间化为乌有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南瓜自身的维生素也难免被波及，相当于一箭双雕，把双方的优势都抵消了。你面前那盘南瓜炒菠菜看着翠绿橙黄，鲜艳诱人，然而营养价值已经大打折扣，原本满满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经此一役，真正被身体吸收到的所剩无几。更糟糕的是，你还蒙在鼓里，以为吃了很多蔬菜就很健康，事实上可能因为维生素流失而暗藏隐患。南瓜加菠菜或许不会让你立刻疼痛难忍，但它胜在温水煮青蛙般的慢慢削弱你的营养吸收，长期来看对健康无益。这就是为什么营养师常提醒，不要随意把所有蔬菜混在一起乱炒。一些富含维 C 的蔬菜，比如菠菜、青椒，最好单独快炒或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，而不要和南瓜、黄瓜这类含分解酶的瓜类同时烹调。总之，南瓜遇上菠菜，看似营养加成，实则互相拆台。如果想最大化吸收菠菜和南瓜的好处，还是分开烹调，各自成菜为妙。营养打折扣虽然可惜，但至少不会马上让身体难受。可是接下来这个组合，可是能让你立刻捧着肚子叫苦连天的了。4. 南瓜加红薯，胀气双响炮，肠胃不堪重负。说到秋天的应景美食，南瓜含红薯绝对是双子星，一个金黄，一个橘红，煮粥、炖汤、烤着吃，都甜美可口。很多人做南瓜甜汤时爱加几块红薯，觉得满满天然的甜味和纤维，营养加倍。乍看之下，这似乎是天作之合，两种食材都健康，又能让味道更丰富。然而吃过的人也许都有体验，南瓜红薯一起吃多了，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作响，胀得像皮球一样，让人坐立难安。这是因为南瓜和红薯都有个共同点，它们皆属抑制气的食物，也就是说
两者都容易在肠胃里产生大量气体。其中机理其实不难理解，南瓜含有较多天然果糖和可溶性纤维，红薯则富含淀粉和纤维素。这些物质如果未被充分消化，就会在肠道中被细菌发酵分解，产生大量气体。如果烹调时火候不足，南瓜和红薯的某些碳水化合物没有完全转化成易吸收的形式，在肠道里发酵得更厉害，即使煮烂了，一次吃太多，肠胃也难以及时处理如此多的纤维和糖类，结果就是肠道放气，腹中胀气。更麻烦的是，气体过多会撑大肠胃，引起痉挛，造成腹痛，而胃里压力一大，胃酸也被挤得往上跑，引发反酸烧心，也就是俗称的吐酸水。一顿南瓜红薯下肚，仿佛在消化道里放了双响炮，胀气和腹痛双管齐下，让你苦不堪言。早在古代医书里，就对南瓜和红薯这类食物有所警示，认为它们质地黏滞，难消化，易导致食积气滞。所以老一辈常提醒，南瓜、红薯都要煮熟煮透，少量适宜，千万不要贪多，特别是肠胃功能弱的人更要谨慎。曾有位肠胃不好的长者分享经验，某晚他贪嘴喝了一大碗南瓜红薯粥，结果半夜肚子胀成鼓，肠鸣如雷，痛不欲生。当时真以为吃了什么毒物，其实祸首正是南瓜加红薯这对志气拍档。还有一些年轻妈妈喜欢把南瓜和红薯蒸熟后捣成泥，给婴儿做辅食，初衷是给宝宝补充营养，但小婴儿肠胃娇嫩，这样高纤高糖的组合反而容易让孩子胀气闹肚子，哭个不停。可见南瓜和红薯看似平凡无害，组合在一起却可能让人肠胃遭罪。虽然它们不会产生真正的毒素，但那种胀痛的折磨一点也不好受。如果你不想饭后捧着肚子懊悔，建议尽量别让南瓜和红薯在同一餐大量相逢，至少要注意适量，不要两样都吃过头。如果真的想混搭着吃，务必煮烂煮熟，并搭配一点生姜或山楂茶帮助消化，或许能减轻不适。总之，胀气双响炮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肠胃敏感的人更要敬而远之。想想，一碗看似健康的南瓜红薯粥，竟能让人肠胃如此难受，下次再吃时可得悠着点。陆地上的食物闹腾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水里。南瓜这只长寿菜一旦下水，竟也会遇到克星。南瓜碰上海鲜，会擦出怎样可怕的火花呢？5. 南瓜加带鱼，鱼南相克，小心中毒。现在要说的是一个最骇人听闻的搭配，南瓜加海鱼海鲜。很多长辈一听谁要把南瓜跟带鱼一起煮，立刻瞪大眼睛下煮道：不行，南瓜跟带鱼一块吃会中毒。带鱼是家庭餐桌上常见的海鱼之一，肉质肥美，营养丰富。南瓜配带鱼，听起来也算美味其源。可为什么民间一直严禁南瓜和带鱼同时，还上升到毒性比砒霜还强的程度呢？从传统食疗经验来看，南瓜确实不宜与某些鱼类海鲜一起吃，带鱼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。此外，像鲤鱼、螃蟹、虾等也榜上有名。老一辈说，南瓜和这些水产同时，轻则腹泻肚痛，重则呕吐中毒。流传甚广的一个理论认为，许多海鲜含有五价砷，本身对人体无害，但如果同时摄入大量维生素 C， 可能将五价砷还原成三价砷。这个说法曾引发吃虾配维 C 猝死的传闻，吓坏不少人。南瓜的维 C 含量虽不算特别高，但毕竟也含一定分量，再加上前面提到南瓜有分解酶，整体化学反应或许更加复杂难测。传说中却有极端案例，有人大量食用南瓜炖鱼后出现剧烈腹泻、呕吐，症状和砒霜中毒相仿，这更深了人们对这个组合的恐惧。再从现实层面分析，鱼类海鲜确实比一般食材更容易腐败变质。如果海鱼或虾蟹不够新鲜，其中可能产生组胺等有害物质，人吃了会食物中毒。而南瓜富含糖分，糖可是细菌繁殖的绝佳养料。如果鱼存放时间稍长，又与南瓜同煮，糖分提供养分，细菌繁殖更快，菜肴变质的风险也大增。由此推想，在过去冰箱不普及、保存技术落后的大年代，只要有人吃了鱼和南瓜闹肚子，
大家就会把矛头指向两者，相克。甚至民间还有个偏方，误食南瓜鱼类导致立即中毒时，赶紧煮黑豆甘草汤灌服来解毒。可见古人对这个组合是多么忌惮。中医也有说法，认为南瓜性温补，而鱼虾多属寒凉或滋腻之品，两者性能相反，一起吃伤脾胃，从而出现所谓中毒症状。尽管现代科学没有发现南瓜与鱼虾产生新毒素的直接证据，但大量经验已经说明问题。这对组合很容易让人肠胃不适、上吐下泻。对于老人、小孩或肠胃功能弱的人更是如此。所以，我们完全没必要去挑战这个禁忌。即便你年轻力壮，也别心存侥幸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也吃过南瓜蟹煮汤、南瓜海鲜炖锅，也没怎样啊。诚然，偶尔少量碰一次未必出事，但我们讨论的是规律和风险。吃错一次就中招的情况毕竟少见，长期频繁那样吃或者一次吃太多，就难保万无一失。何况每个人体质不同，不能拿别人的侥幸来衡量自己的风险。谨慎起见，最好还是让南瓜和海鲜各自精彩，不要混在一起为妙。刚刚说的前5种情况，或多或少都会带来明显的不适反应。最后这个组合表面上看非常平和滋补，但隐患同样不可小觑。6. 南瓜加红枣，补上加补，反成负担。最后要介绍的是南瓜和红枣的组合，在不少养生食谱里，这可是看起来很美的搭配。例如南瓜红枣粥、南瓜红枣汤圆，甚至有人炖补汤时也爱加几颗红枣配南瓜块，觉得汤头更甜更营养。南瓜甜糯，红枣甘香，一起煮汤颜色金黄红润，寓意美好，好像能补气又补血。然而南瓜加红枣却潜藏着让肠胃崩溃的危机。先从营养角度看，红枣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，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微量元素，性味甘温，可补中益气，养血安神。南瓜本身营养也很丰富，而且两者都含有不少糖分和膳食纤维，听起来一个补血，一个补气，合在一块应该是强强联合。岂料它们并非凉拌，而是相爱相杀。首先，和前面菠菜的情况相似，红枣里的维生素 C 也逃不过南瓜中维 C 分解酶的魔掌。你熬煮许久的红枣南瓜汤，红枣的维 C 很大一部分已被破坏，营养效果直线下降。其次，南瓜和红枣都是温性食材，混在一起补上加补，反而容易让体内生热生湿，加重消化负担。很多人吃太多红枣会胀气，搭配南瓜后情况更明显。红枣和南瓜的纤维含量都很高，同吃一大碗之后，肠胃里塞满难消化的残渣，蠕动迟缓，就容易食滞不化。有人饭后觉得胃胀、嗳气，甚至恶心想吐，追查原因才发现罪魁祸首正是那碗南瓜红枣羹。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南瓜和红枣的含糖量都不低，一起吃容易使血糖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。对糖尿病患者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而言，这种搭配尤其不友好，可能导致血糖飙高，影响健康。总的来说，本想用2样补品追求双倍功效，结果却变成双倍的负担，实在有点讽刺。是不是觉得很矛盾？我们总以为补品加补品会双倍有益，却忘了过犹不及的道理。南瓜和红枣的例子正提醒我们，进补也要适可而止。与其往南瓜汤里猛加红枣、枸杞，让补起遇上补血互不相让，不如清清淡淡品尝南瓜原有的清甜滋味。如果需要提升风味，可以酌情搭配少量健脾胃的食材，比如几片生姜，综合一下，既不抢走南瓜的营养，又能避免过度滋补带来反效果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南瓜的这6种夺命组合：羊肉、醋、菠菜、红薯、带鱼、红枣。它们或是跟南瓜性质相冲，或是互相破坏营养，或者加重肠胃负担，总之都是非常不理想的搭配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沾上一口就会像砒霜下肚那样立刻倒地，大家也不必谈南瓜配料色变，毒性堪比砒霜，更多的是形象夸张的说法，带有警示意味，提醒我们千万别因一时不察掉进这些饮食陷阱。长期不当的饮食搭配对身体的伤害也许是缓慢累积的，但积少成多，其严重性不容小觑。为了健康起见，
这些饮食雷区我们能避就避，没必要拿身体去试错。其实类似的食物相克传说还有很多，比如螃蟹不能配柿子，牛奶不能配橘子等等。有些经过现代科学检验被证实是误传，但也有一些蕴含着一定的道理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饮食禁忌资讯，我们需要理性分析，去伪存真。本次聚焦南瓜只是举一反三，希望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：饮食搭配得宜则互补，相克则相害。因此不光南瓜，其他食材的搭配也要讲究科学，只有用对方法，避开禁忌，我们才能真正从日常饮食中受益，吃出健康。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：吃对了南瓜是滋补身心的良药，吃错了再营养的食物也可能变成伤人的毒药。这也正是医生们一再强调的重点。健康饮食在于搭配合理，避开那些明知有害的组合。希望今天揭露的这些秘密能帮助大家避开餐桌上的隐形陷阱，不要让一顿美餐变成健康隐患。让我们都做聪明的饮食掌舵人，趋利避害，让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真正成为强身健体的助力，别让长寿菜变成夺命符。记住这些原则，南瓜依然是那个甜美健康的南瓜。祝大家都能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康，让食物发挥正面的力量。我们下次再见。